双方已经准备就绪，本届挑杯的第2场巅峰对决即将拉开帷幕。一方是连胜连冠的成都 AG 超会，一方是第1次晋级到挑杯的上海 RNGM。这支是常年在 B 组，而且连续几个赛季都没有打过联赛季后赛，甚至在漫长的5年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打过杯赛的 BO7。但是今天站在了挑战酒杯的舞台上，迎战到成都 AG 超会这个强敌，他们硬生生把比赛拖到了巅峰对决，而 AG 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屹立到了第7局。最关键的一整局，对抗路的英雄会是什么呢？樱花对阵到轩辕，都是曹操，曹操大曹操。这个和评论席嘉宾预测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出入的。而且大部分人现在估计巅峰对决都是在对抗路上放曹操的。打野大司命对大司命，镜像打野。而大司命这个英雄对于中艺来说又是不同寻常，意义非凡。再看中路的一个选择，沈梦溪打沈梦溪，上半区完全镜像。最有悬念的下路双人组来了，发育路的选择会不会出现变化吗？公孙离对敖影。云诺千山对阵到敖影，一诺再次选择了阿里，而极光的话则是选择了在这场 BO7里自己觉得自己最 C 的那一把的敖影。一边是老朋友，一边是最 C 的英雄，而游走位空空儿对阵到盾山。不知道这个巅峰对决的阵容跟屏幕前的大家预想的有没有太大的差距？黄超你怎么看？无论如何，这个变数就是下路双人组。一边是空空儿加公孙离，一边是盾山加上敖影，这个选择其实跟前天的巅峰对决阵容很相像。对，因为打野上面其实都是大司命，就现在大司命可能会成为大家的一个优选。因为主要就是这敖影，敖影其实你放巅峰对决来讲的话，它的强度并不高，前期是有一些偏弱的。而成都 A 超会选择在下路双人组做了一个辩证，空空儿加公孙离，他们想要在前期打得更加的主动。是的，空空儿这个点的话，确实会让 AG 的阵容更加主动，而 RNGM 在盾山的这个选择上，会让自己的曹操以及大司命变得更。这场比赛，这场巅峰对决即将一触即发。蓝色方上海 RNGM， 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获胜方的诞生。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家好，我是黄超。AG 的开局就做了换线，这样的话就是公孙离的发育会顺，然后上半图资源都能控，还能掌控一个传送阵，动起来的话转图会比 RNGM 更快一步。与此同时顺带压一下樱花，但轩辕这边呢在下路，他会过得比樱花稍微好一点，因为他吃发育路的兵线，经济会比樱花在抗压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抗压，但是我经济会比你高，因为我的兵线钱更多。对，大概200多块钱。然后两边的大司命的刷野路径都是自下往上。上路资源已经全拿完了，开始继续转动。赤诚这里转中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些，因为有辅助位这里去帮他做一个提速。看一下两边大司命的铭文。哎呦，这一波赤诚抓到了一波空档，直接斩掉了大帅。大帅被控死了。这一波是盾山加上大司命提前落位，就在大帅这里想要来进来看一波视野的情况。对，而且两边大司命刚才给到铭文是不太一样的，赤诚的铭文会肉一点，有受痕，闪现过去，而且撞一下，打得很凶。但这波塔后是有一个血包，这波可能想跟九库来个 combo， 撞完之后让九库也是闪现背，但是好像没有衔接上。没错。但是 RNGM 开局的气势已经打出来了，非常凶猛。人总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
则流会。这样的话应该是想要把，哦，我以为他们要把线换回来，但是樱花这里取消传送。后面其实可以不用换，因为渲染他这个曹操到4级之后打敖影，敖影打不过他，在单挑层面上来讲。对。继续提速，这里给到了渲染的操作视角。盾山也要开始围着自家曹操去打了。樱花和九库现在是要连在一起，不能让大帅和一诺在上路一直2打1。但 AG 的这个开局以及他们半途资源的一个倾斜，就是明显先要把公孙离经济给提起来。是的，然后与此同时的话，是让自己家的曹操比对手曹操顺。但在中野府上面的话，现在 AG 是有一点小劣的。 主要还是第一波节奏。那一下，对中左的那一波。下路极光被打到有点残血了，要切水魂，稍微补一补续航。看渲染，想要给点压力逼个大招，但极光也不虚，手很稳。要看4分钟的第一波龙点了。 前期公孙离的话，上中两路兵线的一个轮转，所以他经济起的也比较快。反而是敖影等级上稍微有一点落后了，而且线上也有点被曹操压着打。没错。帮忙抢个下路线权。盾山敖影合体，抽了一波中卫的状态，但中卫塔下有个血包，可以回一口。 中右的位置，这里大帅是被赤诚卡了一波回中。哎，这一波的话，九库和极光的闪现都被逼了出来，空2、3度抢先再卡了一个窄口。这波就是曹操交个大招上去给了波压力，一下逼了下路双人组的闪现。但大帅大招也要等一手，哎，渲染想用第3段接个闪现击飞一下，没留住，自己要被反流。赤诚这里交了一手大招，但是没有控制跟上了。 因为刚刚盾山和敖影闪现被逼了，这波但是中义把龙给拿下，这一段状态还不错，关键抢夺。但是看什么？雨空打得很凶，炸了一手，终于倒了。赤诚再斩一手，空空2也倒了。这中路好像还能压一下。与此同时 ，RGM 还能接着再反 AG 的红区，下路兵线也能有优势。长生没雷了。前期在神魔席出到 CD 鞋之前啊，雷很容易炸空。 赤诚有惩戒，这个红 buff 是可以反掉的。这波是雨空的一波关键的击飞。其实本身在抢完龙之后 ，AG 这里是有一个增伤的 buff， 但是他们没技能不敢打，只能后撤。对，因为当时其实渲染的那一下第3段接闪现，他想去留人，想要去配合队友打波输出，太冒险了。还是低估了此时。 就是盾山加上神魔溪的一个作战能力。对，但凡没开到，那自己就是有去无回的。接不了。毕竟在当时大帅也没大招，空空2没大，加上渲染他自己曹操也没大。因为空空2的定位上还是有一点偏向于软辅，包括几个版本更迭之后，他其实分身能够扛伤也数值下降了。 肉刀大司命和红刀大司命之间的对决啊！忠义选择的是极致的输出，而赤诚选择的是更稳的团队的加长。没错。上路3个人抱团，利用雨空沈梦溪的一个伤害先去压状态，然后盾山加上敖影合体再魔塔。感觉 RNGM 打的自信心上来了。 这个红区 RNGM 还想进，樱花也在靠，但渲染也是靠过来防守了。先让极光去处理上线，然后想让兵线和野区同时给压力，给 AG 抛选择题。红 buff 拉脱了，但是最终还是中义拼到了。那上路 RNGM 就可以转过来推一手外塔。 空空2大招炫一手，想把兵线清掉，清完了，神魔系的雷在后面持续补伤害，最终是敖影被反逼了一个大招。那这样极光他这里没大招了之后 ，AG 可以尝试找一波机会，中路可以给点压力。对，等到下一波大帅这里状态补完，他们可以趁着敖影大招没好的这个时间，找上海 RNGM 打波架。超越常识的力量，得看有什么打架的契机，要么是防御塔，要么是野区。超越常识的力量。 这个红区也是要被打完了。
大帅再把蓝区视野排出来，看着应该会让极光渡过去了。暂时场上没有什么打架的契机了。等下一波小暴君，因为现在野区有点不太好进了。但现在前期其实 RNGM 的节奏没有落下，这波要换节奏了。曹操可以带下，就樱花可以把下塔带掉，然后一诺可以把上塔带掉。这个其实还是资源点的倾斜。A 这里想给一诺再多补点经济。马上要做30多秒后的这个小暴君的争夺了。在此之前看 RNGM 准不准备打这个红区？感觉不是很好进啊。想慢慢挤，因为在这个阶段大司命一个肉刀的大司命还是非常能扛伤的。他容错要比这个红刀高很多。是的，中义处在一个绕后位。他在蹲，在等极光。看到敖影了，先把敖影大招给逼出来，那这个红 buff 就进不了了。对 ，RNGM 得撤了，而且因为敖影没大招，那么 AG 在拿完这个红之后，还可以去逼一手龙团。轩然已经提前落位，先去处理好下线。然后再有空儿去卡了一手红贝，那这个小暴君可以安稳拿下。没错。这个龙拿完之后 ，AG 他可以处理中下两线，然后上路线直接放外塔来进攻这个红区。这个红樱花已经漏了，这波可以传下，但是落位有点慢了呀。AG 已经开始动手了，打起来了。看赤诚的位置，一技能往上头越了过去，但还是慢了一步。这波节奏感觉慢了至少有3到5秒钟。盾山跟曹操开始合体了，进场打消耗，长生闪现被逼了出来，想进切的状态，再来了一段击飞，长生倒了，这个中路的一塔也可以威胁一下，这波9库可以回去补一补状态。渲染来了，闪现过来，没角度，只能后撤。不得不说，刚才中路那一波 RNGM 是真敢开，如果不上去拼这一下，这把后面就会一直被 AG 进野区。对。正好是看到渲染曹操去上路了，然后正面9库非常果断的架着樱花就往里面冲，去切长生。因为此时樱花已经有作战能力，他身上装备有2件半了，跟盾杀合体的话，能够给到 AG 非常大的压制。因为红刀大司命嘛，其实他扛伤是不足的。正面 AG 这里想看视野，只能让风儿这里用分身去探。再度合体，找到中义，先耗一波状态。这个时候一诺在拿红，龙也先拉脱 ，AG 在等公孙离拿着红过来再打。马上下波中线要交汇 ，RNGM 已经先占据长条草，这个中线 RNGM 可以先过，上线是完全不管了。这个时候就是拼一个中轴和龙。轩然想要去绕啊，但是樱花已经稳稳的把红贝给卡住了。对，两边曹操都没闪现。对，这个龙已经下到了半血。可能要拼逞了，这里赤诚的大招先交龙是谁的？被中义抢到了，再次拼到龙。敖影大招又被逼了出来，空王3度唐镜再炫了一个盾山也倒了。这个时候轩然的作战状态非常的无敌，配上中义完成了2连击破。一诺也是一发平 A 补掉了雨空。那这波团战已经拿了龙，还完成了一波0换3。这边还想再持续再留人，有红 buff 的公孙离什么是再给了一诺收掉了赤诚。这一波龙团是个关键节奏，10分钟龙点 ，AG 的闹钟又响了。我觉得中义这一把的大司命真的是在不断的证明自己。先是上半区那一波主宰那里那波进红的那地方，蹲草蹲到敖影，然后整个破坏了 RNGM 的节奏，也就是从那一波开始 ，AG 的反进攻就开始了。再到刚才10分钟龙团关键拼到这一下暗影暴君，让 AG 的战斗力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波龙团打完之后，经济差已经顺势拉开了5000块，而且场上10个人所有的心率全部都飙到了120以上，全部都飙红了。但已经站到了此处 ，RNGM 能退吗？没有退路可言，还要再找机会。此时盾槽的作战力还是有的，得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去守公孙离的伞，或者是直接进去把沈梦溪给切了。还有极光要小心一下自己团战的这个站位，不能先手被逼大招，否则正面就会少一环非常关键的输出，因为这把大司命是肉刀。没错。不过打到这个点上面，敖影这局已经没什么空间让他发挥了。太难了。这把渲染也好，还有中义也好，在死死盯着他。一诺也有个2技能可以挡他一波3火。
光是大帅这个空空儿看到你敖影想要进场，他换位上去一个晕眩，电一下敖影就要立马交大招。实时的经济排名，中艺、轩然、一诺3个人排在了前3，樱花紧随其后。暗影之镜是放在了上路。 借花献佛，现在盾山打团就有一些被动了。先给雷，极光直接被炸残了，这波敖影要退回去补状态，盾山也残了。那上路的龙兵快要到了，而且是个大龙兵。这波雨空的大招也没了，赤诚先顶一波，然后等队友补完状态再过来换着扛。但自己被偷了一个不死鸟之眼。 轩然再开启自己的一技能3段和大招，再打了一波，配合上大帅把上路的高地给点掉了。敖影的大招再一次被逼出来了。AG 这时候求稳的话就可以不用再压了，直接回去等一个黑暗暴君。补状态拿资源，家里野区还很多。 正面只要留一个空耳，让他用分身去卡一下 RNGM 的视野就可以了。你总要为自己做事付出代价。公孙离这一把已经4件套，13分钟50秒，经济已经过万了。看樱花的位置，这波他的这个蹲的这个点位有些妙。对大帅有想法。是。 这一波的话 ，A 级其他几个人全部都在打这条暗影暴君，只有一个空二在正面拦区。一直看视野。是的，但是有视野之灵啊，空二交出的大招。抓大帅，大帅能走。还好有一个顺闪的被动可以撤出来。结果是沈梦溪的一个闪现被逼了。嗯。怕被开到，也怕空二身后有人。 盾山举着敖影后撤，那这个中路的高地有点难守了。轩然已经打残了赤诚，然后中艺也是打残了极光，正面雨空也被打残。什么没有闪现的？应声而破。樱花想要去把这个兵线清一清，但是有点难处理。上路超级兵已经要进来了，给了一个兵甲，空二3动藏经再晕一手。盾山举着极光上来做消耗，勉强是把这个兵线给清掉了。3路兵线又压上来了，但 AG 这个时候也没技能了，要去补状态。 15分钟的节点，经济差已经拉开到了9000。对，这个时候 AG 求稳就是截一波线，把刚刷出来这波兵线截掉，然后试着蹲一下，然后再等到主宰刷新，放个暗影之镜再去打这波。想直接终结，正好一轮技能转好，要试一下。而且正好是3路的超级兵，这也是上海 RNGM 压力最大的一波。 九库在找角度，想要去卡人。空二先用自己的大招炫了一手，这个兵线3路依次清掉，再举盾举起极光，又守住了。还想继续再打，没机会了。AG 应该是想要去拖这个暗影主宰了。关键的对局啊，还是要求稳，因为此刻盾槽的作战力开始上来了。 樱花的经济和装备，末世也做出来了。这波将会是 AG 要终结比赛的一波了。嗯。暗影之镜放下，要顺着下路打。中艺的大司命也补到了一把破军，核心位置已经具备了复活甲的经济了。 中艺的站位应该是想要再拿一波蓝 buff， 对，因为他们要等后面那一个大的龙兵进来再打。上中先虚晃一枪，让长生用自己的雷打破对面的状态。就要看上海 RNGM 这个时候怎么判断了，是等着 AG 开，还是说自己主动出击？要不要搏一搏？下路的大龙兵已经赶了过来。 轩然正面开启了自己的大招，大帅先炫了一手，加了一个兵甲，持续给消耗。这里盾槽合体顶上去，想要搏一下。但9库先倒，樱花这边也只能后撤。赤诚这里有点顶不住，开启自己血魔之怒，龙兵也在喷，兵线快要进到水晶里了。AG 可以直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会。
场比赛打到了第7局，上半场 RNGM 先拿2分，所有人都在感叹不会吧，不会吧，是今天吗？但是